骆凝雪出生于一个偏远的小村庄，天生性格坚韧，心地善良，自幼便与世无争。虽家境清贫，但他从未对此抱怨。每日清晨，他总是早早起身，帮助母亲打理家务，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针线与药草知识。村中的老人们常赞叹这个小姑娘懂事聪慧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却让她注定是不平凡一生。一天，骆凝雪正在田间摘取药草，忽然一阵强风吹过，天际竟有异象显现。她抬头望去，只见天空中有金光闪烁，仿佛有仙人在云端驾驭宝辇而过。这一幕惊动了村中所有人，人们纷纷跪拜，以为是仙人降临。唯有骆凝雪一动不动，她感到胸口有些异常的悸动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心底苏醒过来。当夜，骆凝雪一夜无眠，胸口的悸动令她烦躁不安。她躺在床上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白日那一项的画面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召唤她。这种感觉让她恐惧，但又带着莫名的期待。第二天清晨，骆凝雪带着满心的疑问来到村外的静林中，想要独自一人理清思绪。就在这时，她遇到了一位身穿白袍的道士。这道士眉目清秀，气质高雅，双目如星辰般深邃，透着难以言喻的威严与慈悲。道士微笑着看住她，仿佛早就知道她的到来。姑娘，你可曾思索过自己的命运？道士开口问道，声音如清泉般流淌入耳。骆凝雪惊讶地看住他，心中顿时涌起千百个问题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恭敬地回答：我从未想过自己的命运，只是昨日之异象让我感到心中不安。道士点了点头，露出了一抹神秘的微笑。天象之变，非凡人所能窥探。然而，若姑娘愿意随我一同修行，或许能解开你心中的疑惑。骆凝雪迟疑了一瞬，随即心中一股冲动涌起。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，她决定离开故土，跟随这位道士踏上修仙之路。数月后，骆凝雪随道士来到了一处隐秘的修仙门派青云宗。青云宗隐匿于群山之间，四周云雾缭绕，宛若人间仙境。门派内弟子众多，个个皆是天资聪慧之辈。骆凝雪初来乍到，虽心中略感不安，但这里的一切都令她倍感新奇。进入门派后，骆凝雪逐渐适应了修仙者的生活。每日清晨，她便会随师傅一起打坐修炼，吸纳天地灵气。她虽然是门派中新入门的弟子，但在修炼上进展飞速，令许多师兄师姐们刮目相看。师傅也时常赞许她的悟性，对她寄予厚望。一次偶然的灵力修炼中，骆凝雪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灵力波动，这股灵力充盈她的身体，让她全身的经脉似乎被打通了一般，精神也变得异常清明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她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幅幅陌生的画面，那些画面仿佛是前世的片段。她看见自己身穿华丽的仙衣，站在云端俯瞰人间。她看到自己与一位神秘男子共乘仙鹤，在天际飞行。她甚至看见自己手持仙剑，与邪魔激战。骆凝雪猛然睁开眼睛，心跳如雷鸣般响彻耳际。她惊恐地望着周围的景象，这些画面竟是如此真实，仿佛她亲身经历过一样。她不由得开始怀疑，这到底是幻觉，还是自己的前世记忆？这种疑惑困扰住骆凝雪，她的修行也因此愈发急切。随着修为的提升，那些记忆的片段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她的脑海中，有时甚至会在梦中惊醒，满头冷汗。这些记忆如同迷雾般笼罩着她的心，令她无法专心修炼。一天，她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，来到师傅的静室。师傅正盘坐于蒲团上，见她神情凝重，便淡然问道：凝雪，有何事要问？骆凝雪深吸一口气，将心中的疑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师傅。师傅听罢，眉头微皱，似乎在思索住什么。片刻后，师傅睁开眼睛，语气平静地说：你所看到的或许并非幻觉，修仙之道乃是逆天而行，寻求超脱之路。若你真的是轮回转世之人，那么随着修为的提升，前世的记忆也会随之浮现。骆凝雪心中一惊，脱口而出：师傅，那我该如何脱离这无尽的轮回？师傅看住他，眼中透出一丝深意：轮回之道玄妙难测，要想脱离轮回，必须找出前世遗留的因果。或许这也是你踏上修仙之路的真正意义。骆凝雪沉默了，内心一片混乱。她原以为自己只是个平凡的少女，却未曾料到命运的齿轮早已开始转动。于是，骆凝雪不再怀疑，心中燃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坚定之火。
他将全部心力投入修炼之中，无论是日夜冥思、静心打坐，还是山中采药、潜心修行，他都一丝不苟。他知道，只有不断强大，才能迎接越来越接近真相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洛宁雪的修为渐入佳境，青云宗上下无不为之惊叹，而他心中的迷雾也逐渐散去，前世的记忆开始一点一点的拼凑起来，犹如渐渐完整的拼图。他的命运齿轮已经悄悄开启，而他心中那份深藏的情感也随着记忆的恢复愈发强烈。修炼境界进步飞快的洛宁雪开始能够清晰地回忆起种种前世。原来她在凡间已经轮回了7世，这世就是第7世。第一世，她是个生活在偏远农村的普通女孩，她与青梅竹马的男孩情投意合，婚后过着简朴却幸福的生活。然而，这一切随着一伙强盗的来袭而彻底改变，村庄被烧毁，丈夫被残忍杀害，她也遭到强盗的玷污。深陷痛苦的她选择随亡夫而去，这一生以悲剧收场。第二世转世为一个贫苦的读书人，家境窘迫，却有着坚定的意志和不凡的才华。他一生努力读书，梦想着考取功名，改变命运。经过多年艰辛，他终于如愿以偿。然而，命运的捉弄却并未结束，他被卷入权谋纷争，成为权贵们斗争的牺牲品。夫君为了攀附权贵，不惜将他休妻，并污蔑他败坏家风。最终，他在被前夫的新妻子暗中毒害，黯然结束了一生。第三世，洛宁雪重生成为富贵人家的一名婢女，虽然地位低微，但她天资聪慧，容貌秀丽，深得主家少爷的青睐。然而，这段暧昧的感情最终因为少爷与大家闺秀的婚约而破裂。她被少爷舍弃，甚至被他人诬陷偷盗，最终在冤屈与悲愤中含恨而终。她爱而不得，心如刀绞。第四世，洛宁雪投生为一位富商的养女，身份虽尊贵，但命运依然多舛。她被收养后不久变成了家族联姻的棋子，与一位冷漠无情的贵族联姻。婚后生活如冰雪般冷淡，夫君对她不屑一顾，心中早有他人。即便她对夫君一片真心，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冷漠与羞辱。她的爱无法得到回应，最终抑郁而终，心中怀着无尽的遗憾。第五世，洛宁雪出生于将门之家，是一位武功不凡的将军之女。她自幼习武，英姿飒爽，但在感情方面却命运坎坷。她爱上一位来自敌国的俘虏，两人心心相印，但这段跨越国界的爱情注定无果。在家族与国家的压力下，她不得不亲手斩杀心爱之人。她在战场上成为传奇，却也因这段禁忌之爱而痛彻心扉，孤独终生。第六世，洛宁雪出生于显赫世家，是名动一方的大家闺秀。她美貌出众，才华横溢，成为无数青年才俊追求的对象。然而，她的心中早已暗暗倾慕一位落魄的诗人，这段感情深沉而隐秘。诗人虽也对她有意，却因地位悬殊而不敢表达。两人之间的爱意无法言说，最终因世俗的阻隔而无果。他含恨而终，这段未尽的爱情成为他心中的永久遗憾。第七世，也就是现在，洛宁雪成为一名修仙者，终于踏上了追求超脱的修行之路。在这一世，他不仅逐渐恢复了前6世的记忆，也领悟到自己注定要打破轮回的宿命。随着修为的提升，他的前世种种逐渐清晰。他发现每一世的痛苦与遗憾，皆因一位名为莫言的男子而起。如今，他已修至大成，却必须面对这段跨越7世的宿命之爱，并做出最终的抉择：是打破轮回，还是与莫言再次纠缠于命运的长河中。从那天起，洛宁雪心中暗下决心，无论如何，她都要打破这无尽的轮回。从这些前世记忆中，有个神秘男子的身影便会浮现在她的脑海中。她记得他深邃的目光，记得他温暖的笑容，甚至记得他带给自己的痛楚与悲伤。这个男子在他的前世记忆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。他究竟是谁？他知道，唯有继续修炼，才能让一切变得清晰。他将他的长相还有姓名刻在心底，下定决心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都要找出这轮回背后的真相，解开他与男子之间的因果纠缠。每当他进入深层冥想，找回从前那些记忆之后，时常会有悲伤无奈的感情，都让他心中隐隐作痛。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情感，彷佛无数根细细的丝线，将他的灵魂束缚在无尽的悲苦之中，留下的只是挥之不去的遗憾与惆怅。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，却一下记起了7世记忆，难免会有些不适应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洛宁雪越发感觉到，这个男子与他命运中的悲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那无形的力量似乎正是来自于他。他开始怀疑，这男子是否就是那股暗中操控他命运的力量的化身，将他一再推向悲剧的深渊。在一次修炼中，就在他穿越一片意识中迷雾时，那男子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眼前。洛凝雪停下脚步，凝视着他，内心无数的疑问涌上心头。他想问他，为什么他的命运总是如此多舛？为什么每一世都无法逃脱悲剧的结局？他想问他，他究竟是谁？然而，那男子依然沉默不语，他的身影在迷雾中渐渐消失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洛凝雪的心中泛起一阵无力的哀愁，她感觉自己被命运所束缚，无法摆脱那无形的桎梏。她深知，若想打破这无尽的轮回，晨光透过青云宗的层层云雾，为整座山门染上了一层金黄的薄雾。洛凝雪坐在静室之中，静心打坐，沉浸在修行的灵气之中。她已经距离突破不远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打破了静室中的宁静。凝雪师妹，一道清脆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带着些许兴奋与不安。凝雪睁开眼，缓缓吐出一口气息，心中感到一丝疑惑。她起身打开门，看见门外站住的是与自己同门的师姐林清音。清音师姐，有什么事这么急？凝雪微微皱眉，这位师姐平时素来稳重，今日却显得如此焦急。林清音神色复杂，脸上带着掩不住的激动，却又有几分不安。师妹，大师兄要出关了。大师兄，洛凝雪对此人并不熟悉，平日里这位大师兄的名字常被提起，但他从未见过真人。为什么大师兄出关，大家这么激动？凝雪师妹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大师兄已经活了超过100年了。他是咱们青云宗中修行最高深的弟子，但却因为一个奇怪的原因，无法突破肉身封印，只能一直闭关修行。林清音压低声音，语气中带着一丝神秘。据说师父曾提过，大师兄在等待一个机缘，而这个机缘便是一个女人。一个女人。凝雪喃喃自语，这消息让她心中微微一动。她不知道这种机缘为何会与一个女子有关，内心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是啊，师妹，你看，这是大师兄的画像，挂在大殿之中。林清音一边说，一边指向远处的宗门大殿。凝雪顺着林清音的指引，朝着大殿方向走去，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。他未曾见过这位大师兄，但对他的画像却似乎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大殿中，一幅巨大的画像悬挂在正中，画中的男子身穿一袭白衣，眉目如画，眼神深邃而高远，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。洛凝雪站在画像前，久久凝视着那双深邃的眼睛，心中泛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波动。他低声喃喃自语住，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。师妹，大师兄是不是很英俊？听说宗门内外没有女子不为他动心，而男子们也无不敬佩他的修为，渴望从他那里得到指点，从而突破自身的瓶颈。林清音在一旁轻声道，语气中充满了对大师兄的仰慕。然而，凝雪的心神却完全被画像中的那双眼睛所吸引住，她的呼吸有些急促，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加快。那双眼睛，她曾经在哪里见过？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熟悉感，彷佛在她的前世，甚至多个前世，这双眼睛一直在她的生命中徘徊不去。就在此时，大殿的门外传来了低沉的钟声，这钟声像是一把铜钟，声音厚重而悠远，回响在整个山门之中。凝雪猛然从沉思中惊醒，这才发现周围的师兄弟们早已涌入大殿，个个神情激动。大师兄要出关了，有人低声道。凝雪的心猛然一沉，这声音如同一把利刃，割开了他心中的迷雾。他还来不及细想，那熟悉的钟声便再次响起，这次更加清晰，也更加震撼人心。大殿的门在一声沉闷的声响中缓缓打开，里面走出一位身影高大、气质沉稳的男子。他的步伐稳健，眉目如画，那是一种经历了岁月洗礼后的从容与威严。当他踏出大殿的那一刻，四周顿时一片寂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，连呼吸都似乎屏住了。洛凝雪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男子，随着他的步伐，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加速。当他的脸庞在晨光中逐渐清晰时，凝雪的心猛然一颤，那张脸正是他在无数个前世记忆中的那个男子，是他。他的心中响起一声轻喃，庞佛瞬间明白了一切。男子抬头看向大殿中众人，他的目光在众人之间扫过，最后停留在洛凝雪的身上。
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的瞬间，时间彷佛静止了。宁雪只觉得整个世界在这一刻陷入了沉寂，她听不到周围的任何声音，只能感受到那双眼睛中的深沉与复杂的情感。那是她在无数个轮回中无法解开的谜团。她的灵魂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她，这个人便是她命运的关键，也是那股无形力量的源头。而男子在看到洛宁雪的瞬间，也同样愣住了。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震惊，随即又被深深的思索与决然所取代。他轻轻呼出一口气，像是卸下了心中的重担，喃喃道：“他终于来了。”这一句低语，只有他自己能听到。然而，这些话语中蕴含的深情与决绝，却彷佛在整个大殿中回响，直达洛宁雪的心底。师妹，你看，大师兄在看你。林清音轻轻推了推宁雪，脸上满是惊讶与羡慕。宁雪回过神来，努力稳住自己波动的心绪，但那种深深的宿命感却难以抑制。她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也无法理解自己内心的情感，只知道这一刻，她已经无法再逃避自己的命运。她的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直觉，她与这位大师兄之间有着深不可测的因果纠缠。大师兄的目光从未移开宁雪，直到他走到她面前，那双深邃的眼睛似乎能洞察一切，让宁雪无处遁形。你就是我的机缘，我叫莫言。他低声道，声音温润却透着无法抗拒的力量。宁雪听到这话，心中一震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她的命运将与这位男子紧密相连，不再只是过去那几世的无力挣扎，而是一场真正的命运之战。洛宁雪与莫言并肩走在宗门的幽静小道上，心中各自思索住刚刚恢复的记忆。自从两人相遇后，宁雪开始逐渐回忆起前世的种种，尤其是那令人痛彻心扉的7世轮回。宁雪，我这次闭关，意识中出现了一些模糊的片段。莫言的声音温柔中带着一丝沉重，他的目光深邃如潭，凝视着前方的路。我看到，我们在神界时似乎就已经认识。当时，我们因为犯了某些错，被贬下凡间，陷入了这无尽的轮回之中。宁雪听后，心中一紧。她记得片段中那个神界的自己与莫言就有联系，但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她却始终无法完全想起。她低下头，轻声问道：“师兄，你记得我们在神界时犯了什么错吗？”大师兄微微摇头，眉头微蹙，记忆还不完全，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，我们的命运已经与这轮回紧紧相系。如果不打破这枷锁，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这一切。宁雪的心中泛起一股强烈的悲哀，她曾经无数次的想要逃脱这无休止的轮回，然而无论如何努力，她都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一次又一次的陷入悲剧之中。但师兄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宁雪抬起头，眼中带着期盼和些许不安。大师兄沉默片刻，缓缓道：“我听说世间有几样法器，或许能助我们打破轮回的封印，像是塑魂灯、血魄印、碧龙玉，这些法器都有助于寻回我们的灵魂记忆，甚至能助我们冲破那道枷锁。”塑魂灯、血魄印、碧龙玉。宁雪轻轻地重复住这些名字，心中微微一动。这些法器，我们要如何找到它们？这些法器都散落在天地间，许多已经失传多年。大师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，但随即又透出一丝坚定。不过，我们并非毫无头绪。我记得在一处古籍中曾记载，塑魂灯或许隐藏在一处名为魂虚的秘境中，那里遍布阴魂，但对修行者来说却是一处宝地。宁雪听后，心中涌起一股希望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。师兄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一起去寻找这些法器吧。无论多么艰难，我们都要试一试。大师兄看住宁雪，眼中闪过一丝温柔，他轻轻点头：“好，我们一起去。”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。我们是该打破这轮回的枷锁，两个人共同面对这一切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两人按照古籍中的记载，来到了那座被称为魂虚的秘境。这里四周被浓重的雾气笼罩，阴冷的气息让人感到心底发寒。魂虚内不时传来鬼魂的哀嚎，让这里的氛围更添几分诡异。宁雪与大师兄在迷雾中缓步前行，四周寂静无声，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幽静的空气中回响。他的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恐惧，但每当看到大师兄那沉稳的背影，他的内心便又平静下来。师兄，这里真的会有塑魂灯吗？宁雪压低声音问道，目光警惕地扫视住四周。应该就在前方。大师兄低声应道，目光深邃，像是在穿透迷雾看向更远的地方。终于，在一片古老的废墟中，
两人发现了一座破败的石室，石室中隐隐透出一丝光亮，仿佛是某种宝物正在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就是这里，大师兄轻声说道，与宁雪对视一眼，随即两人一同走进了石室。石室内果然摆放着一盏古老的青铜灯，灯火微弱，但那灯光却像是有着某种魔力，能够吸引灵魂深处的记忆。宁雪走进塑魂灯，伸手轻轻触碰灯身，一瞬间，他的脑海中闪过无数个破碎的记忆片段，仿佛塑魂灯正在唤醒他沉睡已久的记忆。这就是塑魂灯，宁雪轻声道，目光中带着些许迷茫。但这只是让我们回忆过去的法器，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冲破轮回。大师兄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他的语气中透着一丝失望。宁雪心中一沉，这盏灯虽然唤醒了他其他的记忆，但并没有解除那无形的枷锁。他不禁问道：“师兄，难道这不是我们要找的法器吗？”大师兄沉思片刻，随后缓缓点头：“或许我们需要寻找其他法器，才能真正冲破这轮回之锁。”他转身看向宁雪，眼中闪过一丝坚定：“我们不能放弃，还有血魄印与碧龙玉。”或许他们能指引我们找到真正的突破之法。宁雪抬头望向大师兄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，但仍坚定地点头回应。随后的日子里，两人奔走在各个古老的遗迹之中，寻找着记载中的法器。每一次，宁雪都感觉到与莫言之间的羁绊越来越深。可惜的是，后来他们并没有找到其他法器。但后来从师傅那知道，人间尚有异物轮回玄印，那应该就是他们要找的东西。两人又尽快动身出发。月光如水，静静地洒在山峦间的幽谷中。这片遥远隐秘的地方，名为死亡谷，是宁雪与莫言为寻找轮回玄印而来的地点。两人并肩站在一座巨大的石像前，石像高耸入云，面容模糊不清，却散发着一股威严而古老的气息。就在石像的脚下，一个古朴的石台上，轮回玄印静静地躺着，泛着幽暗的光芒，像是已经沉睡了千年。这就是轮回玄印。莫言低声说道，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和一丝深藏的恐惧。他伸出手，想要触碰那枚玄印，却又在最后一刻停下。宁雪站在他身旁，目光沉静如水，但心中却波涛汹涌。他清楚地记得那些隐藏在记忆深处的片段，在神界中，他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枚玄印的力量，也知道使用它的代价。莫言，你可知道这玄印的真正力量吗？宁雪轻声问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与悲凉。莫言回过头来，凝视着他。据古籍记载，轮回玄印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，打破轮回的枷锁，让我们得以解脱。但什么？宁雪问道。但古籍上没有提及如何启动它。莫言皱起眉头，语气中透着深深的疑惑与不安。我感觉这玄印不简单。宁雪的心中松了口气，还好莫言并不知道，这玄印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启动。莫言，我想我们或许应该……宁雪的话音未落，莫言突然握住她的手，目光中带着无限的坚定。宁雪，不论如何，我们都要试一试。他的声音沉稳有力，却又带着一丝深深的痛苦。我们已经经历了7世轮回，无数次的生离死别，我不想再继续这种命运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与你在一起。宁雪心中一阵酸楚，她知道莫言的决心，正如她自己内心的渴望一般强烈，但她无法告诉他真相，无法告诉他。这玄印的启动需要极其强大的灵力，或者生命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也握住了莫言的手，点点头。当然，只有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。宁雪走到玄印前，目光凝视着那散发着幽暗光芒的古老法器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。他伸出手，轻轻触碰玄印，顿时，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从玄印中传出，激起四周的气流。周围的石像在这股力量的影响下，似乎也变得更加威严与神秘。他仍坚定地拿起了玄印，收入自己的怀中。莫言立刻感受到这股异样的力量，他迅速来到宁雪身旁，目光中带着一丝焦急。宁雪，你感觉如何？这力量？宁雪微微一笑，装作没事地对住莫言笑着。莫言，我记得在神界时，我曾听过这玄印的秘密，它确实可以帮我们打破轮回，但以我们现在的灵力，恐怕无法开启玄印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莫言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焦虑，他能感觉到宁雪隐藏了什么，但却无法说出口。我们或许还需要更多的准备。宁雪低声说道，心中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他不能告诉莫言全部的真相，不能让他知道这一切的危险。他知道7世轮回早已让他们的灵魂变得虚弱不堪，
无数次的生离死别让他们的灵魂中积累了大量的浊气，随时可能魂飞魄散。而要启动这玄印，需要付出一个巨大的代价，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。莫言深深地看住他，心中升起一股不安，但他知道宁雪说的或许是对的，他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放弃。好吧，我们先回去找寻更多的线索。莫言点头同意，虽然心中仍然有些疑虑，但他选择相信宁雪。宁雪微微一笑，转身与莫言一同离开那座古老的石像，心中却已经下定决心，他无法让莫言承受这一切的代价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要独自承担。两人很快地回到了仙门，夜色如墨，微风轻拂，洛宁雪与莫言并肩站在庭院中，两人静默无言。月光洒落在他们的身上，为这片沉寂的时光增添了一丝淡淡的柔光。宁雪微微仰头，望着那轮圆月，心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。她知道，这一世或许是她与莫言能够共度的最后时光。莫言轻轻握住宁雪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宁雪，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相信我们终究能够找到冲破这轮回的办法，然后我们便能一直在一起了。”宁雪轻轻点头，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，但心中却是苦涩难言。她知道自己恐怕无法再陪伴莫言走得更远，然而她不愿让莫言察觉到她内心的挣扎，于是强装开心地回应道：“我也这么相信，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总会有那么一天。”那个夜晚，两人谈论着过往的记忆，那些他们共同经历的那些世世代代。莫言，你记得我们的前世吗？看住月色，宁雪问起坐在身边的莫言。记得，第一世，宁雪还是一个农村少女，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。她与青梅竹马的少年一起长大，两人情投意合，最终成婚。然而幸福却如泡影一般破碎，强盗入侵村庄，毁了她的家园，杀了她的丈夫，甚至夺走了她的清白。那时候，她以为自己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，选择随丈夫而去。而那少年便是莫言的前世。那一世的我，虽然平凡，但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宁雪喃喃自语，回想起那段破碎的记忆。那一世的你，善良而坚强，我还记得你的笑容像阳光一样温暖。莫言的声音柔和，带着深深的回忆。第二世，宁雪投生为一个贫苦的书生，一生都在为考取功名而奔波。他结识了莫言，两人彼此扶持，终于在他考上进士后结为夫妻。然而，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，他卷入了权谋的漩涡，最终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。莫言的前世为了自己的野心，不惜休妻，将他推入了深渊。那一世，我真的以为我能够改变命运，能够与你一同白头到老。宁雪的眼中闪过一丝苦涩，可惜我低估了人心的险恶。我其实根本不想休妻，他们说如果要保护你的性命，我只能那样选。我不知道你会这样就离开，郡主强迫我娶她，不然就要对你不利，我只能假装对你狠心。莫言欲言又止，眼中闪过一丝痛楚。他震惊地看向他，因为从他口中说出话，跟他认知的完全不同。原来你不是因为权力才不要我的，自己是被郡主给骗了。我怎么可能会不要你？莫言搂着宁雪，庞佛要把前世错过的都讨回来。第三世，宁雪化身为一位富贵人家的婢女，莫言则是府中的少爷，两人身份悬殊，但却彼此相依。少爷体恤她，关心她，而她则默默地守护住她。这段暧昧的感情最终因为少爷与大家闺秀的婚约而破裂。她被少爷舍弃，甚至被他人诬陷偷盗，最终在冤屈与悲愤中含恨而终。她爱而不得，心如刀绞。那一世的你很活泼可爱，莫言回忆道，我一直开心能够遇见你，即便只有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。宁雪轻轻点头，那一世的我们至少有过那么一段温暖的时光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才让你被其他人陷害。莫言语气满满的难过，我不怪你，毕竟你出远门了，你也不知道我会被其他人陷害呀。宁雪笑着摸住他的脸，以后谁也不能欺负你。莫言望向宁雪的眼中满满的坚定。第四世，她是名门之家的养女，她被收养后不久变成了家族联姻的棋子，与一位冷漠无情的氏族大族联姻。婚后生活如冰雪般冷淡，夫君对她不屑一顾，心中早有他人。即便她对夫君一片真心，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冷漠与羞辱。她的爱无法得到回应，最终抑郁而终，心中怀着无尽的遗憾。那一世的我不懂得爱，只想着怎么往上爬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权利。莫言的声音低沉，带着无尽的悔恨。那一世虽然生活条件很好，可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，
不能说想说的不能做想做的。就算你不喜欢我，我还得装作没事，天天端住，真是累死我了。宁雪故作轻松地说住。现在不用了，你能够做自己就好。两人相视而笑。第五是，宁雪是一位将军之女，而莫言是敌国的战俘，两人心心相印，但这段跨越国界的爱情注定无果。在家族与国家的压力下，他不得不亲手斩杀心爱之人。他在战场上成为传奇，却孤独一生。杀了你之后，我觉得我没有错，为了国家，我得这样做。后来我还成了风光的将军呢。既然我杀了你，那前面那些也算扯平了吧？宁雪安慰住莫言，我欠你的太多，只用一世怎么还得清？莫言的声音中透着深深的痛苦，他知道宁雪亲手杀死他得该有多难过。他心疼他，即使现在还是装作没事，不过死在你的手下也好，这样最后一眼看见的是你。傻瓜宁雪被莫言的话逗笑。第六是，宁雪是一个世家小姐，而莫言则是诗人，两人身份悬殊，但在朝夕相处中渐渐爱上了彼此。可这份爱却无法得到任何人的祝福，却因地位悬殊而不敢表达。两人之间的爱意无法言说。我以为只要远远的看着你，就能心满意足。莫言低声说道，眼中闪过一丝哀伤。但我错了，我想要的从来不只是这些。宁雪轻轻抚摸住莫言的脸庞，眼中充满了柔情与不舍。莫言，这一世我们不分开了。莫言深深地凝视着他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当然，这一世我们再也不会被命运分开。拿到玄印后，已经过了几年，在宗门的炼阵台上，青山翠岭间，莫言和宁雪站在高高的石台上，日光耀眼，照出两人的身影。周围静谧如水，偶尔有清风拂过，带来淡淡的花香。这里曾经是他们共同修炼、游玩、交流心意的地方，如今却成为他们决定未来的场所。莫言望着宁雪，眼中闪烁着满满的期盼。宁雪，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这么多的时光，你现在真的决定使用玄印了吗？宁雪轻轻点头，面容柔和，却带着一丝坚定。是的，我们已经修炼了这么久，我们也需要真正的解决这一切。他的眼中闪烁住决绝的光芒。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莫言的心中闪过一丝不安，但他深知宁雪的决心，轻轻拥抱住她的肩膀。宁雪，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柔情。宁雪深吸一口气，微微一笑。莫言，谢谢你。他从怀中拿出那枚古老的法器——轮回玄印。玄印表面繁复的符文在月光下闪烁着神秘的光芒，拥有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力量。宁雪将玄印轻轻放在石台中央，莫言则站在对面，目光紧紧跟随着宁雪的一举一动。他的心中充满了混乱与不安，总感觉有些不对劲。宁雪望向莫言，眼中带着一丝无奈与甜蜜。莫言，即便这次我无法再陪在你身边，我的灵魂将会守护住你。莫言的心猛地一震，他想要说什么，却突然哑口无言。他看住宁雪，发现她的眼神中隐藏住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坚定与悲伤。他的心跳加速，内心的恐惧渐渐扩大。宁雪轻轻抬起手，开始施展术法，玄印上的光芒瞬间亮起，整个炼阵台被照耀得如同白昼。莫言惊恐地看住，心中充满了不安和焦急。宁雪，你……宁雪笑着对莫言说：“轮回玄印的确可以冲破轮回，但是要付出的代价极大。凡胎肉身的我们是没办法使用的，即使两人灵力耗尽也没办法开启。而且7世累积的痛苦已经让我们灵魂太过污浊，第7世已经是极限，如果再不回神界就回不去了。但是如果以灵魂为代价，就可以打开。所以我用我的灵魂换你的，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回去。”宁雪的声音柔和而坚定，她缓缓地说出这句话，随后大口吐血，脸色迅速变得苍白。她的神智逐渐模糊，眼中闪过一丝微弱的光芒，似乎在回忆他们的过去。你早就知道了，拿到玄印那天你就都决定好了，你为何不与我商量？这是莫言第一次如此激动地对宁雪说话。因为我了解你，你会为了我牺牲，就像我会为了你牺牲一样。我已经杀了你一次，这次还你一命。这几年的时间是我偷来的。莫言，与你在一起真的很快乐，我很幸福。宁雪眼中的泪终于绷不住地落下。莫言的心中充满了绝望，他拼命地冲向宁雪，但术法已经启动，无法再停止。他眼睁睁看住宁雪的身影逐渐模糊，声音在空中回响：“宁雪，不要！”宁雪的身体慢慢地化成光芒，她的灵魂也在消散。莫言想抓住她的手臂，但却好像碰不到她。他的呼喊在石台上回荡，却无法唤回宁雪。宁雪，不要离开我，
我们不是说好要永远在一起的吗？莫言的声音充满了绝望和痛苦，他的眼中流露出泪水。莫言，我爱你，替我好好活住。他用最后的力量将莫言的灵魂装入塑魂灯中，以防止在飞升过程中受到太大的伤害。此时，宁雪的灵魂光芒消失在天地之中，莫言的身体突然一震，随后一切都变得模糊。他感觉到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，瞬间失去意识。当莫言再次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神界，周围的景象如梦似幻，金光闪烁，四周飘散着淡淡的仙气。那里的天空比任何地方都要蔚蓝，云朵宛如轻柔的绒布浮在空中。莫言慢慢起身，目光中充满了迷茫和痛苦。他四处张望，试图找到宁雪的身影。莫言回到神界的第一刻，仰天长啸，他的呼喊如同震撼天际的雷霆，撕裂了那份静谧的安详。四周的神界景象在他的呼喊中显得格外空旷，古老的神殿，蔚蓝的天空似乎都在他的悲痛中变得微不足道。莫言的灵力波动汹涌，彷佛要将整个神界都震碎一般。他跪倒在神殿中央，双手撑地，额头上的冷汗淋漓。他的目光绝望地盯着地面，彷佛那片混乱的石地能够将他的悲伤吞噬。天空中，星辰似乎也为之失色，月光暗淡如铅。宁雪，莫言的声音带着凄凉的颤抖，他紧握着双拳，指甲嵌入掌心，鲜血流淌。他无法释放心中的痛苦，只能以无声的哭泣来表达那份深沉的绝望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塑魂灯上。这盏灯静静地躺在神殿的石台上，微弱的光芒在月光下闪烁。莫言突然想起，这灯虽然是用来保护宁雪灵魂的，但它的功能远不仅限于此。它还保留了他灵魂中的最后一丝力量，也许这是他唯一能够挽救宁雪的希望。莫言一把抓起塑魂灯，手中的感觉让他瞬间震惊。灯中蕴含的灵力虽然微弱，但那熟悉的温暖感觉让他感到一丝安慰。他将塑魂灯拿在手中，眼神中闪烁出希望的光芒。宁雪，莫言的声音变得坚定，他对住塑魂灯轻声诉说：“我会找到方法，让你的灵魂重新回到你身边。这一切，我不会放弃。”他细细观察着塑魂灯，试图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。灯中微弱的光芒似乎在吸引着他，他的手指轻轻触碰灯身上的纹路，每一条纹路都透露出神秘的力量，彷佛在告诉他某些未曾明言的秘密。这个灯，莫言喃喃自语，将灯小心翼翼地放在石台上。他仔细研究灯中的符文，试图从中寻找线索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心中闪过一丝灵光，突然想到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。如果塑魂灯能够保留宁雪的一部分灵力，那么也许它能帮助我找到其他能够将她灵魂凝聚。莫言自言自语道，或者他可以引导我找到宁雪的灵魂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抬头望向神殿高处的天际，那里的星辰仍然闪烁，宛如微小的光点，似乎在为他的决心提供指引。莫言的心中燃起了希望，他的目标变得明确，他知道自己必须付出一切努力，寻找能够救回宁雪的办法。宁雪，我一定会找到方法，让你重回我的身边。他的声音中带着无比的坚定，眼中燃起了熊熊的火焰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